中国建国后收复的最大领土是哪里？为何巴基斯坦要给中国送上大礼？印度又作何反应？我们都知道，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人口面积大国，而就是因为中国的过于辽阔，所以也是有很多国家都对中国的领土都虎视眈眈。尤其是在近代，由于清政府的腐败无能以及愚蠢的闭关锁国政策，这就使得当时的中国十分的落后，而就在当时，落后就要挨打。所以当时很多的西方列强都来侵略中国，都通过与中国签订一系列不平等的条约，以此来瓜分中国的领土。这就是当时的中国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国家也是支离破碎。而就在新中国成立后，中国落后的局面就结束了，并且随着中国的发展，国际地位的提高，也使得中国在国际上的话语权也越来越大，使得中国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大。因此很多国家都想要与中国交好，都纷纷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这对于中国来说也是有重大的促进作用。而其中有一个国家的举动就是中国感到十分暖心，那就是巴基斯坦。它将中国在战乱时期被霸占的6000平方公里的土地主动还给了中国，而这个地区就是喀拉昆仑走廊。但是对于巴基斯坦的这一举动就引得印度十分的不满，并声称表示喀拉昆仑走廊这块区域是印度的，而不是中国的，巴基斯坦没有权利归还中国。那么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关系为什么这么好呢？那要从70年代第2次印巴之战说起。第2次印巴之战后，美国第一个抛弃了被美国称作亚洲最好的朋友的巴基斯坦，而却拉拢当时投抱在前苏联怀抱里的印度。不仅如此，美国军方还以各种名义拖延暂扣了应该迅速交给巴基斯坦的武器装备，这就使得印度趁机采购大批前苏联的先进战斗机，然后转头就来攻打巴基斯坦，并且取得了制空权。而此时的巴基斯坦则变得孤立无援，因此也使得巴基斯坦政府资深人士对总统说：“我们已经被世界所抛弃。”而此时对于印度来说简直是天大的好事儿，就想来吞并巴基斯坦。而此时的巴基斯坦因为抵抗力量有限，因此从空战开始就被印度打垮了。而就在千钧一发之际，中国站出来了，并向巴基斯坦提供大量的支持，获得了中国制造的歼6、歼7战斗机。特别是歼7战斗机进入巴基斯坦以后，这就使得猖狂的印度空军接连遭受了重大损失。因此在巴基斯坦新政府上台后，就改变原有的一边倒美的政策，转向投入中国怀抱，和中国建立了十分密切的关系。而喀拉昆仑走廊这块土地又有着怎样的历史争议呢？那么喀拉昆仑走廊怎么会成了巴基斯坦的呢？印度为何也说是他们的？喀拉昆仑走廊位于中国青藏高原和巴基斯坦的东北边境，主要包括了沙克斯干谷地，气候高寒，平均海拔超过5500米，归属中国新疆喀什地区。而且据悉，虽然喀拉昆仑走廊主要是沙克斯干谷地，是不适宜人类居住的高寒地区，也是中国古代交通要道之一，所以一直也是中国不可分割的领土，也是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原来在清朝末期，由于清朝政府的腐败无能，而当时由于英国攻进了北京，就逼迫清政府将喀拉昆仑走廊这块土地划分给英国，从而就使得喀拉昆仑走廊被英国给占领了。而当时由于英国在印度建立了东印度公司，也使得印度成为了英国的殖民地，而英国为了便于管理，就将喀拉昆仑走廊的这块地奖给东印度公司。而后面巴基斯坦在1947年8月14号宣布独立，所以就使得喀拉昆仑走廊也划进了巴基斯坦版图，一直是受到巴基斯坦的管理。而随着中国和巴基斯坦的交往日益密切，这就使得巴基斯坦在考虑再三后，就决定将喀拉昆仑走廊6000平方公里的土地归还给中国，并且也与中国政府签署了相关的协定，以此来正确确定该地区为中国所有。而随后中国也是将其划入了新疆喀什地区，这也表示出巴基斯坦想和中国建立友好外交的诚心，并愿意以此来加强与中国的互惠合作、友好往来，从而实现互惠共赢。而本来这也是顺理成章的好事儿，但是印度却要来横插一脚，非说这块土地是他们的，巴基斯坦没有权利还给中国。但是对于印度这样的行为，不过巴基斯坦方面根本不管印度的态度，反而是直接无视印度，从而直接把喀拉昆仑走廊归还给了中国。
这也成为了中巴友好关系的见证。不过，这就使得印度气急败坏，也使得印度狠狠被打脸。而对于印度这样的行为，真的是无稽之谈。但这也不是印度第一次与中国的领土发生争议，而此前印度也是经常在中国边境挑事儿，对中国的领土也是虎视眈眈。回顾此前的中印边界冲突，就发生在中印两国边界的加勒万河谷，而多年来，中国边防部队一直在此正常巡逻执勤。但是在今年4月以来，印度边防部队单方面在加勒万河谷地区持续抵边修建道路、桥梁等设施。5月6号凌晨，印度边防部队趁夜色在加勒万河谷地区越线进入中国领土，构弓设帐，阻拦中方边防部队正常巡逻，蓄意挑起事端，试图单方面改变边境管控现状，并且单方面挑起事端，从而造成了较大的人员伤亡和损失。而且中国对于印度的这一行为也是感到很愤怒，并且通过印度总理莫迪召开的视频会议也可以看出，印度总理莫迪试图去降低边境地区冲突的紧张局势，好像也是在为这次中印大规模边境冲突降温，并且公开承认中国在此次大规模的冲突中并没有首先越界。这也预示着承认了是印度挑衅在先，而并不是中国。所以对于加勒万河谷冲突事件的意义，就是在于中国军人有坚定的维护祖国安全和领土完整的决心和勇气，面对外来挑衅和侵略坚决斗争，不会忍让分毫。因为中国领土神圣不可侵犯，在现代的边境和海防冲突中，只要有争议，双方偶尔擦枪走火或造成人员伤亡的冲突情况，那都是在所难免的。所以这就要求基层官兵能够迅速反应，当场打回去，丝毫不能忍让。然后大家再坐下来谈判或商议约束武力，以最大限度地维护国家的主权和领土的完整。因此也促使中国对于边界领土的安全和主权的完整也是十分的重视，并且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陆地国界法》。而这一法令的目的就在于要震慑印度，并且对于维护中国边境安全的强大信心与决心，预示着中国领土神圣而不可侵犯，坚决维护中国领土的安全与完整。所以这也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所以这也是中国首次为陆地边界问题而专门制定的法律。这也是对于印度无端在中国边界挑衅的行为所做出的强势回应。因此，印度应该多关注本国的发展问题，而不是把眼光对准中国的国土。而此次对于巴基斯坦喀拉昆仑走廊6000公里的土地还给中国，印度是完全没有权利干涉的，也不能在其中从中作梗，不然最终的结果就只能是自取其辱。